Hello， 大家好，今天是9月2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高位震荡，这是资金在诱空洗盘吗？如果只看短线，可能会错过特斯拉之后的上涨。HMS 回调启动，趋势不变，持股待涨。美股本轮调整基本确认结束，市场将继续向上进攻。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3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一下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继续分享一个新的关于 K 线分析的角度，以及在下周周一短线日内撑压有哪些点位要去关注的。对于指数环境有了了解之后，我们会来到个股的解析环节。那么个股我们会讲到特斯拉、HMS、阿斯麦、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eer、TR、Coin、TR、CoreWeave、APP、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那么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因为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会偏多一些，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也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或者说您的时间相对的有限，那么阿哲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三角，那么打开之后会看到阿哲所整理的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节省您的部分时间。当然，这里阿哲要做一个强调，就是第一部分是千万不要跳过的，因为指数环境只有明白了，那么个股交易上的方向才不会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关于市场当中出现了假阳真底模型。那么何谓假阳真底？我们先放一边，因为阿哲想要先复习一个内容，就是前期视频我们讲过的这个长线眼 K 线。长线眼 K 线呢，如果市场在第二天出现的是上涨，我们曾经有说过，市场如果出现了下影线，它代表当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而后在 V 型反转。那么你要去明白的就是，市场的下跌肯定是有一个卖方，而后导致市场的一个回落，再由一个买方来让市场出现上行。那么一卖和一买当中，他们的主导肯定是有所不同的。主导去卖方的人，他是散户还是聪明钱，以及后续主导买进拉升市场的人是散户还是聪明钱，这会是很关键的影响后市的因素。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一根长线影线之后呢，市场还会下跌，而有时候一根长线影线之后，市场却反而能够上涨，这是吊颈线以及当针探底的区别。那么像这一根长线影线，我们通过它第二天的上涨以及后续还能够连涨3天来判断，这一根上影线大概率它的卖方不是聪明钱，而很有可能是一些散户的恐慌抛售，亦或者是提前的获利离场。而这里的买方则很有可能是聪明钱再一次的低吸筹码，而后市场上涨，就类似于前期的这一根长下影线一般。而我们说过，这种由聪明钱买盘所导致的长线影线的形成，未来它将容易产生支撑。市场如果再次回到这个影线区间出现止跌现象，是比较好的再次的买点，至少短线上容易出现反应。所以像前期这一波下跌，那么这种地方呢，就是寻找买点的地方，而本次又来到了这种行为，股价出现了短期的调整，又再次回到了长线影线的区域之内，出现止跌而后涨上，并没有跌穿长线影线。我们也有讲过一个观点，这一次的回调，它只要不跌穿这个长线影的区间，市场就依旧属于回调，上升趋势就没有改变。而这里的任何止跌行为都可以作为再次波段看涨加仓的一个尝试性买点。那么这一次会不会重演上一次所产生的行情，我们不清楚，但目前来说特别相似，因为之前这里是一根假阳线回踩影线区间，而目前又是一根假阳线回踩影线区间，而且这一个假阳线它同时出现一些买点信号在周五时产生。所以阿哲呢在美股的盘前广播当中有提到，这一根下影线的地方它触及到了支撑，而后30分钟是出现了买点。只要周五的 K 线收盘价能够在周四 K 线高点之上，则作为再一次的确定性买点。那么这个确定性买点是怎么来的？那么它就是假阳真底模型的一个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板，所谓的假阳真底模型，那么它有2句口诀，一个呢叫做假阳真阴，务必小心，而后假阳真底，买入时机。假阳线的产生有2种环境，第一种就是你要小心的假阳线，是处于上涨当中
在这种短线加速之后产生，一旦它的实体下沿开盘价的位置被后续收盘就跌破，如果是放量跌破，那更加明确啊，就属于风险确认，你要小心，要高抛，要离场了。而另外一种可以关注的假阳线就是假阳真底买入时机，它应该处于上升回调当中，它的特点在于它的前期要有一波短线的下跌，比如说4号 K 线如果是假阳线，什么叫假阳线？就是市场当天是下跌的，但是它是低开高走啊，只是最后是收跌啊，收了一根阳线，但实际收盘比昨天是降低的，这种叫假阳线。而4号 K 线如果是假阳，我们要求它的3号 K 线，也就是说它昨天的高点最高点比它的前2天的最高点都是要低的，那么我们维持这种短线下跌的判断。而后再看一下其他要求，就是它的假阳线的低点最好是不被跌破，如果有时候被跌破，最好能够快速收回来，它跌破时间呢要小于等于1天。第3个要求就是假阳线的高点被收盘价给突破，越快突破越好。第4点是优化条件，假阳线的下方有支撑啊，比如说像本次的假阳线，它的底下呢是前期长下影线的一个支撑，这一个假阳线我们可以在上升趋势中把握回调低点，以及下降趋势中去把握超跌反弹点，但正常我们比较建议用在上升趋势当中找回调买点会更好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对于模型图谱有了一定了解之后，那么阿哲呢就讲一下实际的案例，像近期最新的出现的这根假阳线，它就是假阳真底。那么如果您是财生同学，您打上假阳真底的拼音手写字母，就可以把这个指标调出来。这根是假阳线，它的昨天的最高价比前2天的最高价是不是都是要低的？好，它就符合我们的假阳真底模型。而它的高点角被突破，是吧？低点没有被跌破，这一天周五就意味着本次下跌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假阳真底市场回调结束点，是一个回调低点。我们的防守位就可以用这一根假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股价如果后续跌破可以去止损。当然了，因为它的前期有一个支撑位，这个长下影线，那么可以把这个长下影线的区间作为支撑，它不跌破这个支撑之前，在此处如果再回落，依旧是寻找买点，直到跌破长下影线区间，我们再认为它有影响到波段趋势。那我们再看到纳指曾经的一段行情走势，这里呢是2022年8月10号前后，那么这里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次的假阳真底模型，像前期这里市场处于上升趋势当中啊，高点有抬高，低点有抬高，那么这里是不是一个假阳真底？市场呢是收盘价下跌，但是当天却是收的是阳线，它的前一天它的最高价比它的前2天是不是都是低的？所以你要有3根 K 线确定假阳真底模型。那么第4根为假阳真底，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而它的高点被突破，我们就以这一根 K 线它的低点作为防守，价格突破这一天为买点。那么我的一个亏损，那么就是这个区间，而我的目标如果是在上升趋势当中的回调，那是不是至少我们依旧延续上涨趋势？也就是说，它起码得要有一个新高，那么市场延续上升趋势。所以你去把握回调的买点，它正常来讲，只要不是趋势的末尾，那么你的盈亏比其实是不用担心的。而当市场出现了趋势的一个破位，出现了方向的改变，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反弹的假阳真底，它出现了连续下跌，出现了跳空缺口，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压力，而价格这里出现假阳真底之后出现了突破，那这一天其实作为下跌反弹的一个交易点。但我们说过啊，上升回调会更好，下跌反弹呢属于火中取栗，大家要去小心风险。这里买进第2天直接就打止损了，像这种买点呢，你肯定仓位不能放多，甚至呢你直接就忽视就好了，下降趋势啊就不以此作为买点。像这里也出现了假阳真底，低点呢没有去跌破超过1天以上，那么价格呢出现了一个突破，那这一天买点，股价呢出现了短线的反弹行情，去补掉这个缺口，而后呢再出现下跌，所以这是一个顺势的买点以及逆势的反弹点，但这个反弹点呢不太好把握，有时候就是反弹而已，所以很多时候去抓一些趋势初期的假阳真底模型会更好。那么再看回到目前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个假阳真底模型呢算是比较标准的，那么这个地方也作为买点，那么你的一个止损就放到前期影线的低点，也就是说当下的这一个进场点，按照波段来看，那么你的一个风险就是这个区间，而在这个地方你要博弈的是什么呢？博弈的就是趋势它还延续上涨，还会继续新高，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上升趋势的回调低点买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一个模型都有它的一个概率性，所以你的止损位一定要放好，你可以放在支撑关键位置上，或者说放在假阳线的低点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个股交易
和指数交易都可以用假真底去关注。在指数出现假真底的期间之内，很多个股同样也会出现假真底，这是肯定的。那么你如果发现你手中的股票也有假真底，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制定你的一个亏损的范围和可以去博弈的回调低点的一个可能。那么以上就是对于 K 线假阳的一个使用和假阳真底的模型，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老同学听到这里，那么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点上一个照常的小星星，您的一个点赞。而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同样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评论或者说宝贵的建议。感谢老同学和猜生同学照常的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朋友，首次来到阿哲的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希望您如果能够有所收获，对技术分析的一些知识点也能够有所接收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观看视频之后点击一下这个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而后您只要顺手把这个全部铃铛给打开，那么以后阿哲的每一期行情广播的视频，以及阿哲所发布的一些知识点，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系统和阿哲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关于下周周一要关注的日内撑压。那么这一个内容是阿哲所经常会去看到的短线的一些多空的信号。后续的个股的分析当中，阿哲也会很频繁的用到这个日内撑压的预测技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阿哲每天盘前会写到的一个盘前广播，这是针对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那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粉丝同学，那么您可以跟助教老师去领取一下每天的美股盘前，阿哲都会写到这一条信息。未来的1个月时间之内这是您的限时福利，您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更新。我们看一下昨天所写到的一个内容，在9月26号美股的盘前，阿哲一般会写到指数的一个分析，这是一个重中之重，是一切的前提。对于指数的方向有了判定之后，那么对于个股的一个操作的方向才会大差不差。昨天阿哲有讲到，市场回踩到了影线的范围之内止跌，30分钟已经回踩到日内170天均线并且有白 K 突破，那么日线是回踩到了一个支撑。那么在昨天盘前，阿哲其实已经有讲到，激进的话，您是日内就已经可以在周四下跌时去买进了；相对保守的话呢，可以等待日线突破假阳高点，构成假阳真底模型。那么影线区间只要不跌破，就还是维持波段看涨。那么在主基调定好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回踩到影线区间之内，那么我们可以去寻找个股的交易买点。而在其中，阿哲也专门去提到 HMS， 那么有回踩到飘带，并且没有跌破，出现低开高走、刺透止跌形态，这是一个经典的 K 线形态，低开高走的 K 线。飘带上沿作为防守，保守的可以等待绿灯去买进。那么 HMS 昨天是再次出现启动了一根长阳线。而除了个股解析和指数分析之后，我们看到最后的这部分，这一部分就是关于点位的一个分析了，是短线方面的。阿哲一般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等3只标的，他们的日内短线的支撑和压力位的测试。这一个使用也很简单，您就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和这一点位的对比。比如说指数，当市场的收盘价在这一个盘前给到的点位之上突破了这个高点压力之上收盘的话，就说明多方比较强势。一般阿哲会在 K 线底下标记这种绿色的显示的这种灯，阿哲称其为绿灯。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了低点支撑，那么说明空方强势，那么阿哲会标记为红灯。所以当市场收盘在压力之上，我们说多头表现强势，那么可以短线维持看涨。反之，如果是红灯 K 线，那么就维持看跌，直到再次多方冒头转为绿灯，再次看涨。所以右侧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当市场处于绿灯时，我们比较相对能够去短线的看涨。那么趋势在转为红灯之前，我们整体看涨；转为红灯就小心风险、小心防范，要做一些获利兑现以及离场行为。当市场再次转为绿灯，那只要它保持绿灯，那么这一波行情我们就认为基本看涨无忧。再次出现红灯时，你去做减仓，去做部分的获利兑现，谨防它连续的红灯、连续的调整。而红灯后再转为绿灯，我们再回归看涨。那么再转为红灯，再去认为市场在保持调整，转为绿灯之前，我们就保持谨慎。那么当下在这个地方是吧，又重新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也就是说周五是一根绿灯 K 线，短线在之前的红灯之后，那么首次转绿，那么这个地方短线多头再次冒头，
再次恢复，只要后续保持绿灯，保持不出现红灯，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趋势依旧保持看涨。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用到这一个指标为大家去观看，也会把关键的点位去分享给各位。我们先看到指数的关键价位，在下周周一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下日内的预测高点，那只是22,587.49，而低点的支撑是22,384.75。如果下周周一的收盘价收在了预测低点之下，那么它就是红灯 K 线，那这里你要小心了，因为绿灯之后如果立马转为红灯，这只能说明之前的这个绿灯买点它是一种诱多的信号。像前期这里是一根很强势的绿灯 K 线，但第二天是红灯，就说明昨天为诱多，这种情况下见到高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好，价格出现了回落，如果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绿灯，下周一是一个红灯，那么就意味着这个绿灯大概率为一个反弹高点，那么这一波下跌可能还要继续，那么这一个下影线的地方能不能守得住，那就另外一说了。所以接下来周一的时候，千万不要出现红灯，要保持要么是无灯状态，要么就是一个再次的绿灯我们更希望它能够连续绿灯那样的话呢，就说明短线多方很强，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一个回调低点。所以这两个点位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好。周一的时候一定不要出现红灯，出现红灯这个短线要再次离场了，哪怕没有跌破这个假阳线的低点，阿哲认为你也应该减仓了。所以这是红绿灯给到我们的一些提醒周一的关键点位提前给到大家。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到时候周一呢，阿哲同样也会在盘前去更新，一般是香港时间下午4点5点左右，阿哲会去更新最新的内容，在盘前所去发布。那么这里阿哲也讲一下，您如何能够去找到助教领取这个盘前广播。其实很简单，您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去发布的，在这条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那么阿哲的一些订阅福利都会由助教老师代为发送。您点击到 Telegram 的链接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当然这里阿哲建议您找到助教之后，可以发一个盘前的提醒，就是您发一个盘前这2个字给他他呢就知道您是订阅粉丝，您呢需要盘前的福利。当然这里有一点要强调阿哲的订阅粉丝同学远远不只有一重福利，一般我们准备了2个福利。第一个福利呢是阿哲的盘前的一些解释观点，那么它的一个时限呢是1个月，但阿哲更加希望的是您不仅仅只去看阿哲的盘前观点，因为那些呢只是阿哲的一些观点，那么阿哲呢很少会写得很明白是怎么得出那个结论的，所以只看一个结论，它对您本身的技术分析水平是很难有太高的一个提升。所以还有福利2，福利2呢就是我们会把一些进阶的知识内容、技术分析的一些要点作为内部直播课的重点的学习的教材为大家去进行分享。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就可以参与我们为期2周的内部直播课程。像在我们本周呢，会有一个破译市场密码的主题班课，您只要找到助教跟他报名参与就行。这些课程都不对外公开，您只有找到助教，他给您发送这个私密链接，您点击进去才能够观看到时候的直播课程。我们在下周会讲到低点的密码，市场在趋势洗盘时如何会产生低点，反转的密码，趋势如何会出现重构和反转，飙升的密码，如何能够去识别哪些是真突破，哪些是假突破。同样的还有长牛的选股密码，那些10倍牛股是如何产生，我们会在下周破译这一些密码。希望您如果是一位新同学，能够跟助教老师报名参与我们下周的内部课程，这绝对是对您有很大的帮助。阿哲觉得这个帮助会远超阿哲的盘前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2部分，对于指数的分析，目前大家明白了，它在周一不要出现红灯，而不出现红灯的情况之下，我们保持影线区间支撑有效，而这里以回调低点来看待。至少我们的技术分析是如此告诉我们的，在不跌破影线区间之前，我们依旧看涨，这里是回调低点。那么个股我们将积极寻找做多点。那么第2部分的第1支标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整体走势目前还是一个加速之后相对缓涨的过程。那么阿哲认为呢，这里其实存在一种诱空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市场虽然在震荡，但是其实它的下跌的力度往往只存在于日内，而后第2天就被修复了。整体的市场趋势没有改变，它是短线上在走出反复的横跳。所以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这里呢是一个相对的
长上影线的下跌本身应该是减仓信号，但第二天呢又是防守阴线的买点。好，第3天又来防守阴线，第4天又是防守阴的买点，所以短线这里呢相对有点混沌了，市场的买点和卖点短线上频繁的发生这种信号，所以这里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换更大的周期，以趋势的角度去观察当下的左侧这个地方的高点，就是这根长上影线已经是被站上去了绝对是有效的站上了，因为它有1周时间都收在这之上，唯独我们再往上看2浪的高点。这根长上影线就还没有被有效站上站上1天，跌回来1天，站上又1天，所以当下就是在这2个位置中出现了压力和支撑的震荡。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最好等待明确的信号，再去进行离场卖出，再做波段减仓。什么叫离场的明确信号？当市场出现那么一根阴线实体阴线，把左边这个我们被确认有效突破的点位，它由压力转为支撑的点位，再次被阴线跌破时，我们再做下一次的短线的减仓，否则在这之前我们波段一直持股，等到这里它洗完盘再次往上上涨。这里认为它诱空的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它目标位置还没有碰到。我们前面说过，这个三角形整理之后的突破，它很多时候是跟区间之内的高低点的映射有关。那么1倍的空间在 462.21， 那么当下还没有碰到的情况下，那么空间它可能还没有走完，那这里的震荡就诱空的可能性会比诱多的可能性会大一些。所以这是我们对特斯拉目前的一个观点。我们再看一下短线方面，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短线的图表。在波段的走势中，我们关注这个飘带的一个运行，飘带呢是紫色的，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当飘带呢在由之前的相对较窄到目前较宽，就说明它的多头趋势是不断的增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上沿将具备强支撑性。目前这个飘带的上沿是 408.96， 在本次加速之后，其实还没有出现回踩飘带。像趋势的一运行，往往是有来有回，像波浪一般的推进，所以它上涨之后会回落，上涨之后会回落，而回落的目标往往是飘带附近。而当下这种相对加速之后，还没有出现回调，但通过这种震荡，已经离飘带很是靠近，所以它其实在乖离的角度来说是不大的。这种震荡已经把之前的加速的一个风险相对消化了，所以这个地方它不出现明显的阴线往下破飘带的上沿，阿哲认为这个地方依旧只是趋势的一个停顿，后续还是依旧具有去往上探462的那个空间的。从红绿灯的角度，你可以发现它的短线波动很大，像这一天绿灯开始，而后就连续的红灯绿灯在连续的闪烁，这种情况下红绿灯呢就有点被钝化了，因为市场走了一个震荡，而且是日内相对大幅的震荡，所以红绿灯不断的在走出这种颜色的交错。这种颜色交错怎么去处理的？我们之前有讲过就用阴阳交错的变盘。当然，目前呢这个阴阳交错变盘还在维持，还没有出现如果出现了，后续我们再讲讲什么叫阴阳交错。而当下它如果还是绿灯，那我们就以绿灯看涨来去对待因为目前是一个趋势指带，它是上升趋势，那我们就以绿灯为主。那么股价走势的下周周一的预测值关键点位是多少呢？低点支撑 430.71， 高点的压力 450.16。 下周最好不要又来一根红灯它只要保持绿灯，保持无灯，那么这里因为它是一根绿灯，所以后续就更容易上涨，所以下周周一不跌破 430.71 就行。当然这里跌破了，出现红灯了，其实这里还有个飘带支撑，所以整体趋势趋势来看没有问题，就短线可能波折一点。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HMS 空间上，我们依旧保持目前这里是一个趋势大底的可能性。那么如果它真的是一个趋势大底，那么当下的行情就只是刚刚开始，还未结束。如果在这里就结束，那么就说明市场的趋势 HMS 要有反转了，因为这一波上涨是没有去创出左边新高的，回调之后上涨，这里其实还是没有创新高。如果这一波下跌破了左边的低点，向上还是不能新高的话，那其实趋势呢就应该会这么走。而当下的一个股价走势还没有遇到比较明显的挫败，在趋势还没有太明显的改变之前，我们依旧认为这里还是一个趋势底部。那如果是趋势底部呢，它的上涨空间应该是不小的，至少不会是只有这么短它应该要往上方的高点去过。所以抱着这种观点，我们就尽可能不要被随意的洗盘出局。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的资金和动能上，
目前呢，你会看到 HMS 的飘带是由黄色转为了紫色，那紫色带说明趋势走为上行，之前的黄色带呢是连续下跌导致的，而这种下跌时容易改变趋势的动作就是对于这个飘带很直接的跌穿并不能短期快速站上，而这里呢你会发现它的每次回调，这飘带是有支撑的，是吧？调到飘带呢止跌绿灯上涨，调到飘带止跌然后上涨。昨天呢没有绿灯，但是盘前阿哲也讲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触及到飘带，然后低开高走，整体呢收盘在阴线一半附近甚至是以上，这呢是一种吃透形态，所以可以作为止跌的低吸点。而第二天出现了相对的关头长阳，涨幅呢有6个多点，这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上行而后它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个强势的底分型结构？3号 K 线收盘价超过1的高点，所以是个强底分，又有支撑的表现，所以目前上涨无忧，我们依旧看涨。目前是一个绿灯的显示，那么红灯之前短线就保持强势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下周一看到 56.255， 高点的压力是 60.545， 关注这两数值。以上是 HMS，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的一个股价走势，在遇到了上方的一个倒行缺口，就前期的这种倒行缺口的压力之后相对就出现了回落。回落的力度呢不算很强，因为它对于最临近的这个缺口都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阴线和回补。我们说这个地方相对要担心的一点就是，当出现阴线把这个缺口跌穿的时候，你要小心它要回补下方的缺口，而下方缺口又比较的大，所以它的空间可以比较深。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波段的一个止盈动作，但目前为止呢，它这个缺口都还没有去实阴跌破，它就是一个回补而已，只能说明这个缺口呢它比较的感性目前呢被修复了，但不能说明这个趋势的改变，因为市场修复之后快速的又止跌，出现阳线，出现底分型，所以当下的趋势在不完全修复这个缺口，不完全收阴跌破之前，我们整体依旧看支撑有效，那么它的目标就还是要往上方缺口去进行挺进。而通过日线级别的一个趋势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飘带，那相对于特斯拉来讲，它是不是离得比较远？那么乖离比较远呢，就有一个修复的可能性或修复的一个需要，但它因为有缺口的支撑还没跌破，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会走震荡或者说缓涨，那么去让飘带靠近去让飘带呢去主动去修复。那么当下哪怕它把这个缺口补掉整体趋势因为它已经发散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这个支撑呢会比较靠近。它哪怕跌破这个缺口，它下方的支撑也就892附近也是呢下方这个缺口一半的左右的空间。那么所以阿斯麦整体的趋势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趋势一旦形成，我们不轻易的看它会结束。那么目前是一个红灯 K 线处于调整当中，那么这一个底分型和这些阳线呢，是否作为买点呢，就不是很建议最好呢是在飘带之上找红灯转绿灯的买点。那目前没有绿灯，就依旧先看回调。那么市场出现绿灯之后，我们再去看涨。看到预测值，下周一的低点支撑947.135，高点压力是959.605，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呢就是特斯拉、HMS 和阿斯麦3只标的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然后这里要注意了，第3部分的个股阿珍呢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我们在周六这天的视频当中会让大家去提一下，就您手中的个股有比较需要阿哲去分析的，可以写在下方的评论区。那么阿哲一般在每周周六会这么去提醒，然后在下周周二的视频更新当中呢，会把我们部分同学的标的会放在这里面当然很难说全都放上因为大家的这个标的有时候比较多一个视频当中解析20只标的，有时候是真的是蛮累的所以阿哲会斟酌一下去添加，有一些趋势很差的，可能阿哲就不会放进来了，而相对趋势较好的，或者说相对有可能反转的、有改变的，那么阿哲会酌情去添加进来。那么日常我们就会讲到这些个股。好，第一只标的我们依旧看到英伟达。当下呢，我们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我们第3个列表当中的个股，阿哲就不会讲得特别的详细一般就是讲一下趋势，讲一下预测值。那么简单，我们说一下短线。我们看到目前的英伟达，它的一个飘带呢是走了一波黄色带之后，最近转为紫带市场因为一根阳线拔地而起之后，目前的回调。那么对于这个阳线来讲，还算是健康没有说太大的这种空方的这种反扑的动作，而飘带也产生了一个支撑。我们说飘带有支撑就还好不要像前面这里下跌反弹跌穿飘带是吧？飘带了没有了支撑反弹一下往下又没有支撑，那么这种就会产生趋势的一种变化。
那么当下呢，至少出现了一个向上的时候，黄色飘带的压力消失了，回调的时候紫色有支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说明多方趋势呢在占回优势啊，这种时候才说明多方慢慢的在抢回筹码，而后我们出现了一个红灯，在目前是没有绿灯的，所以还处于调整周期。我们在调整周期当中呢，就不随便去买入股票，等待绿灯出现，我们再去看涨。这个绿灯最好是出现在我们的一个飘带之上出现啊，会好一点。好，那么当下呢，我们看一下，预测的低点支撑是176.56，高点压力是181.4。出现绿灯之前，我们在飘带附近依旧还是以红灯看调整为主啊，不随便的去买入这些普通的阳线。而我们在看到下只标的是阿珍的时候，重点要去讲一讲的是博通。博通呢，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重点讲了，我们算是之前一直提醒到，因为它是一个紫色带啊，而后目前还处于比较宽的纸带的芯片个股，其实不是很多啊，至少 AMD 啊、英伟达都不是了。像博通呢，属于比较强势的。那这一波回调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出现了一个神奇九转。那神奇九转的回调，它就说明有可能是短线的衰竭点。之前呢，蓝 K 出现的时候，说明短线超跌，但超跌之后呢，它虽然有止跌，是吧？它没有跌破这个蓝 K 的低点，但它也没有反包。所以当下蓝 K 消失，我们还需要蓝 K 的一个突破，最好有一根收盘价啊，吃掉这一根蓝 K 的高点。这个蓝 K 呢，就是我们本周周三啊，它的高点是340.08，这里出现阳线吃掉，那么我们认为这里构成短线衰竭后的看蓝点。如果能够更保守一点啊，你可以等它收盘在这个飘带之上会更好。目前飘带它的上沿是143.688啊，这个地方如果能站上，则更为止跌有效。我们更希望看到就是回调的启动买点，而当下还处于红灯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只缺一根启动阳线，而后去买进作为回调低点的判定即可。当前呢就还处于衰竭的判断，但还没有启动信号。我们看到预测值，下周周一低点支撑328.305，高点的压力呢是336.80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呢就还处于这个黄色飘带当中啊，是我们目前讲的这头三只芯片个股当中偏弱的。黄色飘带就说明它的空方依旧占据优势啊，空方占据优势，它一直呢没能够爬上这个飘带上沿，飘带上沿依旧还是一个压力。那么当前这个飘带是在收紧，在收窄啊，那么收窄的飘带说明最近的震荡啊是让这个空方慢慢的啊有点被消化了，那么多头呢开始有机会反向。但是它当前还是没有出现一个紫色带，所以这里至少要有一个向上的动作啊，站上飘带，而后回踩它才能转为紫色带啊，所以当下它还差一点。那你感觉它好像要反转了，但是对比以来，那你还不如去看一下博通和英伟达，是吧？是 AMD 呢，当下因为这一波下跌的原因，它就变得有点偏弱势，资金不一定会首选是它，所以这里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啊，它目前虽然还是绿灯。但是趋势不太好啊，最好能等它转为紫色之后，我们再去放更多的关注。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55.725，高点的一个压力是160.785，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整体就出现一个黄带转为紫带，而后市场在出现红灯之后，连续的红灯，连续的调整，目前没有绿灯，而跌破飘带。目前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破飘带第一天、第二天。好，那么当下呢，我们认为这里有可能会有绝处逢生，市场的趋势飘带被跌破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趋势的初期，所以可以允许啊它出现这种略微的跌破，因为它跌破之后立马就止跌了。那么这一根 K 线为蓝 K， 蓝 K 的判定是短线超跌，那这里只要能够蓝 K 消失，蓝 K 收盘站上它的高点，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里作为一个回调的买点。只是目前还没有而已，我们就要等这个飘带的上沿，当下是130.362，你的买点最好能够收盘在这之上去买进啊，相对来讲能够有这么一根阳线出现啊，效果会更好。作为买点的话啊，这是以这标的我们去进行说的。当然，像目前这种趋势啊，它其实不作为一个首选，你最多呢去搏一下，它可能补涨。因为它肯定目前不属于强势个股嘛，因为指数最近才开始下跌，它呢是已经持续下跌很长时间了，这里只能去搏一下，它有补涨或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24.91，高点的压力是130.57，关注这两个数值。
我们再看到下只标的是 PLTR，PLTR 呢趋势还行啊，因为它处于黄色带之后转为紫色带的初期，而市场呢对于紫色带之前是有一个支撑的一个提醒。那目前它出现了连续的转灯之后，目前是以一个红灯为主导，所以它还是一个调整。调整的时候，下方的飘带在 173.025， 那么这作为一个趋势支撑，它在支撑位上呢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啊，它的调整还算是砍跌。这里再转为绿灯，那么我们认为就属于回调的买点，那么趋势目前没有问题，等绿灯看涨即可。如果维持红灯，那么就先不要随便的去买回调低点，可能低点呢还没有产生。我们看到低点的预测支撑，下周一 173.635，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178.84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周一如果收盘在 178.845 之上，并且是一根不错的阳线，那么作为回调的绿灯买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呢也是一个紫色带，然后被跌破了。我们说跌破飘带不是说就一定会走坏，但跌破飘带之后的2天时间一定要止跌，不然的话呢它就更大概率是要走空了。所以当前呢跌破了第一天，跌破了第二天，第二天是一个绿灯 K 线啊，这一天如果作为激进投资者啊，就是你可以作为买点，但这种买点呢相对风险高一点啊，因为它是一片盘你就看到绿灯就去买，可以买，但是相对有点风险哈，所以更加明确或者更加好的就是蓝 K 的消失，蓝 K 的仿包啊，作为买点回归到飘带之内会更好。这一点呢可以作为尝试性的左侧买点，而后右侧呢是蓝 K 消失，蓝 K 的突破买进。我们当下在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307.995， 高点的压力是 318.832 啊，这两个可以关注一下。下周我们最好不要出现红灯，维持绿灯，维持无灯，账上飘带效果更好。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TR 呢属于在低位啊，就是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跌破飘带没有什么问题，跌破飘带之后2天之内止跌就行。好，止跌之后呢，绿灯是不是作为一个买点？但是比较左侧啊，小心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账上飘带之后出现的绿灯，是吧？也可以作为一种买点，趋势的顺势买点。那么当下是连续的绿灯，一根红灯都没出现啊，所以当下这里哪怕它调了啊，它也不是红灯，所以再出现绿灯啊，属于回调的买点啊，可以作为一个趋势加仓点都没有问题。我们目前趋势短线都看涨，而后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133.353， 高点的压力呢是 137.898， 关注这两个数值。红绿灯呢在趋势看涨的情况之下啊，你去做指带附近的一个绿灯 K 线，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跟踪趋势整体呢也还是 OK 的。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re位呢是价格出现了紫色带上行之后啊，首次的回碰到紫色带，那么这里作为一个支撑点，支撑位呢在 119.892， 而市场的下跌当下没有止跌行为，比指数要弱一点。指数呢其实最近2天是止跌的，它呢还保持下跌啊，所以整体不是很好啊，应该是消息面有略微的影响。这里就等待红灯转绿灯啊，绿灯产生作为买点，最好不要跌破飘带上沿，那么趋势就大体是没有问题。如果跌破就要看下方了啊，最好不要跌破，不跌破的回调就基本上不影响趋势的一个延续和判定。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14.98， 高点压力 124.86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呢，它也是回调之后有一个红灯啊，往下靠拢了一下飘带啊，它趋势太强了，飘带呢不上离得很远啊，因为它整体的趋势连续的阳线，连续的绿灯啊，飘带是在靠近，而后红灯之后转绿灯，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一种买点啊，就回探一下飘带，由红灯转绿灯，这也是这波上涨以来啊，再一次的红灯转绿灯了。之前呢是在这里，是吧？之前这里红灯转绿灯为趋势的一个看涨点，中途呢就没有再给什么机会了。这里又是一个红灯转绿灯，我们从红绿灯的角度依旧为买点，而后等到下次红灯，小心风险。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658.165， 高点的压力 682.875， 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苹果整体也是在加速之后出现了震荡，但是它并没有出现红灯。不过它跟博通一样啊，出现了9，但它的9呢是上涨的一个升级周转。那么这个9又是一个黄 K 为滞涨信号。前面这里呢是有一次跌破黄 K，
这是一个要止盈或者说要离场一部分的一个提醒，要减仓部分。那么第二天呢，又是一个黄 K 啊，而后现在黄 K 又消失，我们要小心再次对于黄 K 的跌破。如果再跌破黄 K 啊，继续呢要减一笔仓位，直到在飘带附近出现买点为止，我们再重新斟酌去加仓。因为底下呢还有一个缺口在这里，整体趋势应该还没有问题，只是有一些减仓信号的发生，波段依旧维持看涨。这里的黄 K 不要再跌破啊，我们就还保持能够看涨的一个意图。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52.71，高点的压力呢是256.5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呢也是跌破了飘带，而后2天之内出现了蓝 K， 但是不是一个绿灯，所以蓝 K 出现这里呢就不构成买点，它得要等蓝 K 的消失和蓝 K 被突破作为买点。这种买点呢就有绝处逢生的可能性，但是否会出现我们需要去跟踪。当下呢依旧保持红灯，那么我们就认为它还在调整，等到绿灯，等到蓝 K 的突破再去看涨。蓝 K 高点呢在751.93啊，这里呢要被突破才行。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733.263，高点压力747.84啊，关注这两个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它处于黄色飘带当中，跟 MD 是一样的，在阿哲的第3个列表当中呢，属于少数的处于这个黄色带的标的当中了。持续的黄色带，持续的空头，那么持续的反弹就容易见高点。我们看到目前它连续的下跌，还有一个跳空缺口，这个缺口呢还在破了前面低点的地方出现，所以这个缺口将是一个强压力。这张缺口和飘带是黄色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有超跌的迹象，但不随便的去做多买进啊，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超跌反弹。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303.385，高点的压力315.675，我们关注这两个数值。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谷歌的话是对于飘带有了一次回调，在出现红灯的时候，我们说过要减仓，而后回调过程当中是不是依旧保持的红灯减仓的一个行为？回到了我们的一个飘带，目前飘带上沿没有跌破，说明趋势整体还目前没有问题。而这一根 K 线是一个绿灯，但绿灯呢是一根阴线，虽然说是一根上涨阴线，但不作为一个买点，最好等一个仿包阳线，亦或者是下一根我们的阳线的绿灯，实体阳线绿灯作为买点。好，那么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46.91，高点的压力250.39啊，至少目前趋势大体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于飘带一次回踩，飘带呢目前都没有跌破，只是买点啊，买点还没有出现，这是一根阴线，不作为买点。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是已经又再次的跌破了飘带，跌破的时候飘带没有支撑啊，刚开始是有支撑的，刚开始呢跌下来有支撑，跌下来有支撑，但这一次呢以实体阴线跌破啊，然后出现了加速的下跌，下跌时呢也没有出现2K 当中的止跌啊，2根 K 线之后还继续的破位，所以当前趋势呢转为了一个黄色带，黄色带的话就是空方反弹将会容易是反弹，容易有压力，不容易反转。目前依旧还是蓝 K 没有被突破，那么如果蓝 K 被突破，蓝 K 消失，可以做超跌反弹，反弹空间一般是飘带的空间，但这种呢就不作为当下市场强势行情当中我们所去主要探讨的一个标的了，因为你当前做顺势上涨会比做超跌反弹要好一些，但也可以作为一个方向啊。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218.9，高点压力221.9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当前也是处于趋势低位的判定，只是它没有像 HMS 那样子那么快启动，它走了一个横盘震荡，让趋势飘带由黄带转为了紫带，而后170和紫带都比较靠近，目前趋势下方呢有比较多的支撑，所以当前虽然走得不强，但其实也可以算是波段的一个布局的方向，就是以趋势来去持股待涨。那么当下的一个行情走势，虽然走了一个九转，但这个九转的调整整体还 OK 啊，是震荡的方式，飘带也没有跌破，目前等飘带附近出现绿灯就行。绿灯在哪呢？下周一低点支撑44.325，高点的压力45.8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9月2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